珊珊，大家注意脚下，注意安全。珊珊，看脚下啊，注意脚下。珊珊，珊珊。 十一啊！十一！十一啊！这边有情况，有情况，36方向有情况。十一啊，往香岛前走了，跟大部队找我。瞎跑！队长！队长！队长！ 这么快呢？往回走，这也不像啊！哎呦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队长！队长，友人们，所有队员请注意，现在雾太大了，为了注意安全，全体原地待命，停止一切搜索活动。队长，侯爵不见了。 这小子一向就不听指挥，我真该早点开除了他。小李，在，拿上装备，速去找侯爵。好，其他人原地待命。我去吧。放心，我受过专业训练的。队长，让他跟我去吧。当年他是为了救我，才跟豪德走丢的。现在如果大，这里需要你。 如果找到了雾还很大的话，就原地等待，哪儿都不要去。是。我的装备给你用。好。那注意安全，有发现马上呼叫。知道。走吧。注意安全。好。侯爵。豪爵。队长，友人们，侯爵。 听见了吗？是静阳。鸟泉被惊飞的地方是 C7区，一定有人在那边。侯爵刚才在这条路上消失的，我们顺着路找，注意脚下有可能滑下去的地方。好，走，注意安全。豪杰。 队长，侯爵，侯爵，救援指挥部，我们在 C7区域听到侯爵呼救，请速来会合。友人们，
快，这里方向有人！快点，快点！这边有滑下去的痕迹。侯爵，没事吧？哎，快给我弄上去！快，把绳子扔给他。侯爵，你没事吧？快扔个绳给我，快！扔那么大了？慢点。好。哎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往下扔，往下面扔。下面有人，下面有人，有人。奶奶是想她妈妈了，让她一个人静静的待一会儿，过一会儿就过去了。师爷，你可能也看出来了，我们家小侯总跟他爸爸大侯总总是有点别别扭扭的，这个呀跟他妈妈的死有关系。他总觉得他妈妈的死，他爸爸呀要负很大的责任。为什么？他总觉得呀，他爸爸对他妈妈不够好，没有照顾好他妈妈的情绪，所以啊，他妈妈才情绪失控，出了意外。那阵儿是，他爸爸呢的确是忙，妈妈呢没人陪，情绪特别不好，所以啊，他妈妈就觉得特别孤独。他妈妈以前是做什么的呀？他妈妈结婚前，在一个乐团拉小提琴，结了婚以后呢，就什么都没干了，做了个全职太太。但是他妈妈呀，人真的特别好，长得也很漂亮，对我也很好。我呢，也就是念着她的好，所以呢，出了事儿以后啊，我一想，这孩子，你说这么小没妈妈多可怜呐，我就留在这个家里，一直把她给带大。哎，她呀，从小到大，只要是一想妈妈了，她就坐在那儿，也不愿意跟谁说话，真的，怪可怜的。
张姐，我过去看看他。嗯，放心吧，没事儿。来，喝杯这个热巧克力吧。谢谢。你坐。谢谢。送你个礼物。这么复古的车，哪儿来的？是我小时候一个同学送我的。我记得那个同学长得又矮又小，在班里总被欺负。我看他可怜，就总护着他。我那时候是运动队的，男生都不敢惹我。后来我父母离婚了，我妈决定送我去专业的运动队，住寄宿学校。最后一天放学的时候，那个男生跑过来跟我说，我是他最好的朋友，要送我一个礼物，就是这个小汽车。他家里的条件非常的不好，我知道这是他最宝贵的一样东西。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，这么多年再也没有见过。不过一直记得有那么一个人，愿意把他最好的东西送给你。这份情谊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当我难过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拿出来看一看，会让我觉得温暖，给我力量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，所以就把它送你吧，希望它也能给你力量。好，我现在拿着它，我觉得我整个人充满了力量。走。哎，十一啊，等会儿我跟你一起。起这么早啊？啊，没精打采的，你没怎么睡啊？早点起来，跟你一起去锻炼。走吧。走吧。人家出来跑步都等天气好的时候，你这下雨天出来跑什么呀？锻炼不分天气好还是天气不好。别说下雨了，下刀子该跑也得跑。哦，怪不得你这刀枪不入、百毒不侵呢。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其实吧，侯爵对我挺好的，我是真的不想这样去骗他。可是没想到，他那个女保镖居然这么快就对我下手了。行，那就按照你说的去做。哎，这么跟你说，在你 Mary 姐的智商打压下，她就相当于是个傻子。不要对傻子心慈手软，你对傻子心慈手软，你就比傻子更傻子。你想做个傻子吗？对吧？好像有点道理啊。
那我现在约侯爵吃饭。你等我想想。啊，你呀这样做。什么玩意儿？钻石做的呀？先生您好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？啊，是这样，我有个朋友结婚，然后我想给他们选一对结婚礼物。哎，我请问一下，这4个杯子是一套吧？是的，然后这一套是818，没错。挺好，这套杯子还挺好，品质也不错。您是真有眼光啊！这一套的酒杯销量那是非常的好，是吧？不过这结婚送杯具，这……哎，就是啊。对，你不说啊，我都忘了这茬了。谢谢啊。那请问有什么推荐的没有啊？送结婚礼物的话，我现在推荐这一款。你看，纪念限量款。你看这个寓意啊，这只天鹅呢代表着新郎，这只呢代表着新娘。不久的将来啊，他们也会有个可爱的小宝宝。这个寓意好啊。那这一套多少钱呢？我们折后价是5199。这个稍微有点贵啊。有折扣吗？先生，5199呢是代表着我要长长久久的意思。给朋友送结婚礼物呢，既要显得你有品味，还要讨一个好的彩头。5199这个数字再适合不过了。现在只剩最后一套了，里面有全球限量版的证书，非常有收藏价值。行，给我来一套。进来。侯总，包小涵找您。包小涵，哎，来，小涵，来进来进来。侯总，忙着呢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好，恭喜恭喜啊！那个我一点小小的心意，请别嫌弃。你这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送东西？嗨，这是给小侯总的结婚礼物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说到结婚这个事儿，这未免也说的太早了吧？啊哦，那个侯总不好意思啊，可能我不太懂。那难道这个礼物应该过2天结婚的时候亲自送给小侯总吗？过2天？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刚才这话一下给我说糊涂了。哎，小侯总不是过2天结婚吗？谁跟你说的？我呀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在影楼当经理，发了一个朋友圈，说什么有明星来拍婚纱照。哎呦，我点开一看，咦，这新郎不就是小侯总吗？那会不会是他们年轻人之间开玩笑？他们经常会 P 图啊什么？不会。哎，您看看。礼物我收下了，那你先去忙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嘞，谢谢。恭喜恭喜。
让侯爵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，马上。臭小子！侯总，让你过去一下。来找我啊？你还知道叫我爸呀？结婚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居然瞒着我。哎呀，谁告诉你的？谁告诉我的？贺礼都送来了，听说你们婚纱照都拍了，还瞒我吗？不瞒你，就是要结婚了。我知道，你和黄月的事情，你对我是有些看法的。没事，我特别感谢你，没有看法。所以你就找了一个比黄月还要次的人来对抗我是吗？他不是冲你钱，冲你什么？应该就是冲我钱，但是我说他长得好看呐，对吧？大家这各取所需，结婚没什么，我觉得。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允许你这么做。爸，你说你老干涉我这结婚的事儿干嘛呀？你是不是想自己找一个？谈时间太长了是吧？没事吧？你找，我绝对不干涉你。但是你怕我接在你前头啊？我可以等等你。要实在不行，那咱俩可以一起办嘛。放肆！我告诉你，你作为侯家唯一的产业的继承人，你的事就是侯家的事，我绝对不会允许你胡来的。爸，你犯法了，你知道吗？婚姻法明确规定，我要结婚，我跟谁结，怎么结，什么时候结，我说了算，别人干涉不了。你说了算是吗？但是你的户口本在我的手上，我看你拿什么登记？我都想好了，先不登记啊，咱先把婚礼办了，办那种大的，越大越好，亲朋好友都找来，到时候给你发微信函啊，爸，我先走了啊。惯成这样了，气死我了！侯爵哥哥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回我微信吧。问你个事儿啊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这个节目它不会播出了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被开除了。行了行了，我问你个事儿。我活该被开除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说谎。那天，你在沙滩上送我项链的时候，我真的太开心了，我根本不能想象这是真的，所以我就说了大话。我就跟他们所有人说，我说你是我未婚夫，你已经向我求过婚了，然后导演他们就相信了，就说要给我加拍番外篇。侯爵，你知道吗？导演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那些女孩有多羡慕我，我这辈子都从来没有被人那么重视过，但是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对不起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哭，你先别哭，你听我说。这事就翻篇了，你以后吸取教训，好吧？做人呢，最重要的要诚实，别搞那些虚头巴脑的，都没有用。这事你听我的啊。我还是看好当初那个比较单纯又可爱的你啊，就这样吧，
这事儿过了，不提了。那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请你吃饭好吗？我想当面向你道歉。不说翻篇了吗？行，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正好有事问你呢。我正好有事问你，谁？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的？谢谢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就是我一个女朋友，她遇到渣男了。渣男啊！我有一朋友也碰上一渣男。关键是，这渣男还有一渣蜜。有一什么？渣蜜，就是像人渣一样的闺蜜，还是个女的。我这又学一新词儿，他们怎么着了？就是那个渣蜜，他嫉妒我女朋友，就跟那渣男说我女朋友不检点，关键是这渣男还信了，非要跟我女朋友分手。那你这个女朋友到底检不检点？当然检点啊，她不检点，我怎么会跟她做朋友呢？她跟我一样，一直洁身自好，自己养活自己多不容易啊。她呢，最大的缺点就是长得太漂亮了，容易遭人嫉妒。我呀，就是喜欢和你们这些有上进心的女孩交朋友。你好好安慰她。我当然会的。不过你也有一个闺蜜。我哪有闺蜜？我没有闺蜜。啊，你说那个海星啊，他不可能说人坏话。到底是他呀？那更不可能，他连话都不说，还说坏话。可是我每天跟你在一起，我还是有点害怕的。我觉得我得跟他搞好关系。十一姐，你要不要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啊？不了，谢谢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刚刚在说那个露露，他工作就这样啊。哎，我给你买的项链怎么不戴？不喜欢？我就是太喜欢了，我舍不得戴呀。你看在这儿，我怕把它戴坏了。我放在家里，我又不敢，害怕被人偷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每天放在手包里，然后戴在身上，能看见它，我才安心。那个项链怎么能戴坏呢？我去个厕所。我也去，啊，我也去。走吧。你在这边。十一姐，你帮我拿一下呗，不太方便。服务员，买单。没出来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也行，成。行，啊，可以。那这样，露露啊，我问一下你啊，项链呢？怎么了？我项链不见了。刚才不在包里吗？对啊，项链呢？啊？你是不是掉哪儿去了？包是空的，我不知道。啊？我没有啊。我知道了，经理。哎，你服务员，把你们经理叫过来，快点！不好意思。关门，关门，所有人不得出入。干嘛呀？你喊什么呢？关门。找项链啊！对不起，女士，这儿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项链不见了，我刚刚拿出来给你看过呢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去洗手间了，去洗手间之前，我把包交给你了。然后从洗手间出来之后，你把包还给我，我要坐在这儿打开包，项链它就不见了。别乱说啊，你肯定是掉哪儿了。我没有乱讲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女士，您别急。我能不急吗？那项链很贵的，好多万呢。是，我知道。这样，您呢，丢失的物品数额巨大，我马上报警。别报什么警啊！你自己是不是掉哪了？找看看。你报警呢？我没有报警是对的。这样，咱们先去我办公室，等警察来。好，去走。哎，报什么警？事闹这么大，要报警自己去，我走了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侯局。要是别的东西丢了就算了，那是你送给我的礼物，太宝贵了。而且你一走，他肯定跟着你一起走了。他现在是最大的嫌疑人，他不能走。方露，我警告你，你没有证据当众指责我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哎，各位，这样，咱们呢还是先去我办公室等，好吧？也不要打扰别的客人用餐，行吗？来这边请。走。不好意思，各位啊，我们会处理好的，大家安心用餐。谢谢。你最后一次见到项链是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就是在吃饭的时候，我还把项链拿出来给侯局哥哥看过呢。吃饭的时候我是看见了，但是这小姑娘会不会是比较马虎啊？掏东西掏掉了，被别人给捡走了？你是直接进的卫生间，还是把包交给51之后再进的卫生间？我在进洗手间之前就把包给了他，我怀疑就是他。我是侯爵的安全助理，方露确实把包交给我了，但是他进卫生间反身出来以后才交给我的。这个过程大概多久？大概在5到10秒时间。你动过那个包吗？我没有打开过，而且没有碰过包的按钮，可以验指纹。为了避嫌，我拿到包以后，很快走到了有监控的地方。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，在到达监控之前，有一段视觉盲区。你进出卫生间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什么人在那出现？我也去上厕所了。再说那个女厕所有没有人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有一个孕妇从厕所走出来，而且我注意到她很快离开了。我着急上厕所，哪有注意到啊？应该是没有吧。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。想起什么来，随时打电话给我。谢谢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好的，赵总，我知道了。过来。赵总接到了对我的投诉电话，要求马上召回我。啊？谁把你投诉了？你打电话？是我啊。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有什么资格打这电话？别的我不懂，但我知道，顾客如果买到伪劣产品，他可以要求投诉，甚至还可以要求退货的。我这个人做事情就是这么光明磊落，不像有些人，还小偷小摸。在哪说什么呢？现在，啊，你现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11干的？我也没有确切的说就是他干的呀，但是事实证明，现在就是他的嫌疑最大。侯爵哥哥，
你不能让这样的人再留在你身边了，我会担心的。我留不留不是你说了算好吗？你要相信我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你要继续留他在你身边，甚至可能还会有危险的。闭嘴吧！十一，你先开车，先上车。来，你过来。你干嘛？你干嘛这么重拉我啊？你为了一个女保镖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完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本来想回头跟你说的，但是你现在逼着我说。我问你，这是不是你故意陷害十一的？项链根本没丢吧？丢了，我没有。行，我也知道你不会承认，我也不希望听到你承认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现在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表情、每一个状态，我都非常怀疑你，知道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？我现在是受害者，丢项链的是我。那条项链对我意义有多重大，你不是不知道。要是别的东西就算了，但是那条项链，我一定跟他死磕到底。你跟他磕什么呀？侯爵哥哥，我知道你心软，所以我才会打电话去投诉他的。反正你一定不可以姑息养奸。你懂什么？他还在背后帮你说话，看到你还说你不容易，说你很辛苦，你现在凭什么这么投诉他？你太奇怪了，你难道不应该是问我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吗？我跟你说不清楚了。怎么说不清楚了？现在你不应该是来安慰我的吗？侯爵，你给我去你们公司，我是跟你们赵总说清楚，方璐他没有资格的，没有权利去投诉你。你是我的保镖，他怎么投诉你呢？我们公司有规定，执行任务当中不能有任何瑕疵。什么规定？这是什么呀？一旦有，马上召回，等待调查。不是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没告诉我？对不起，你们私人的生活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。什么意思啊？干嘛去啊？不是你掉头回去干嘛？说话呀！你回来干嘛呀？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有可能的线索。啊？哎，你这都什么爱好啊？这个？
干嘛呀？报警。你好，警官，我是51。我这边发现了一点情况，麻烦你们过来一下好吗？就在麒麟里旁边的2号胡同往里面走。对。好的，谢谢啊。那我在这儿等你。拜拜。好了没？好了。谢谢你们配合，这些证物非常重要。如果有发生类似的事，请尽快通知我们，方便我们取证。好的，辛苦，谢谢，辛苦。哦，对，取证已经完毕了。取证完毕了，那就收队，收队，收队，收队。行了，我们也走吧。走了。这怎么假发就算证据了？哎，是不是有人带着假发偷上那儿去了？现在不能完全确认。你怎么想到来翻垃圾桶的？暂停那条主街上全是探头，不管是开车还是打车，都容易被追踪。这条路不一样，一条小路，没有探头，适合逃跑。我只是推测有这种可能性，没想到真被我找到了。那你这侦查意识够强的啊！这是最基本的。喂，你们在哪儿？我现在送周全过去跟你们交接。去侯爵家吧，我们现在过去。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？我也真是无语了。行了，不说了，我先开车。挂了。去我家干嘛？有新的人来接替我。干嘛这么快？这是规定，走吧。这什么规定？这是？这都什么呀？太不公平了！啊，你来我决定不了，你走我还决定不了吗？我们都决定不了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你这什么工作呀？能不能靠点谱啊？啊，我不要人的时候塞一人给我，我刚适应又把人弄走了，开玩笑呢，跟我逗着玩呢。这不公平！是不公平，但是公平迟早会来的。他爱来不来，我现在我不舒服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！行了，我还没说什么。闹呢，天天逗我玩呢。喂，啊，你到家啦？哎，你放心吧，那么贵的项链给你放的好好的呢，我碰都没敢碰一下。哎，怎么样，目的达到了吗？还行吧，反正他被调回公司了。但是我总觉得侯爵好像开始怀疑我了。姐，你说会不会是你布的这个局太明显了，被他们发现了？唉，你别想太多行吗？他怎么可能怀疑你啊？再说了，他就算怀疑你怎么样？有证据吗？是吧？看来你那个有钱有颜的男朋友这回也没站在你这边。我分析你应该是低估了他跟那个女保镖之间的关系。可是这事儿万一被揭穿了，那侯爵肯定会不理我的。但是我要是不把那个女的给弄走，我担心的是，以后有一天，他可能也会把我给弄走的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别老想那些没用的了？啊，我这边还忙着，先不跟你说了啊，你自己先待一会儿吧。嗯，挂了啊，拜拜。那行吧，行吧，那你忙吧。贵的就是不一样。怎么这么难啊？
十一，怎么说走就走呢？公司会安排其他人来接替我的。哎，你放心，他的人品还有业务水平都很出类拔萃。不行，不，这我不让你走，我真不让你走。张姐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你说你们这什么公司啊？员工受了委屈不给做主，板子还专打自己人。我们公司挺好的，这只是例行公事而已。哎，要不我去给你做证人，我去给你的人品作证。谢谢张姐，放心吧，警方一定会调查清楚，还我清白的。你要是想我了，可以给我打电话，我们还可以视频呢。不行，我不要看视频，我让你天天在我跟前转。那要不你跟我走了，咱不要他了。哎呀，不行，你们俩一个都不能少。是他们到了，我得下去了。你真的，你别走，你。哎，你等一会儿啊，我给你拿个东西。那记者回来看我啊。过2天就回来了。你说的过2天，你啥时候才能回来呢？我空了可以来看你。我一直挺喜欢的，送给你吧，看见他就跟看见我一样。屎壳郎侠呀，跟你是挺像的，非常像。谢谢。哎，送我可不能再要回去了。谁要啊？我舍不得。走吧，张姐，送你下去。走吧，张姐，我会回来看你的。你好，我是周全，来接替11，做您的安全随位。啊，我知道。其实我特别不想有人来接替他。了解。那个，让11受委屈了啊，我也给11道个歉。侯大公子的眼光果然跟别人不一样，有这么多的极品女朋友，我真的很期待看到他们坑死你的那一天，目测不会很远。我会还给11清白的。真的会吗？一定会的。那个周乔儿，我在餐桌上放了一个笔记本，上面有这个公寓所有的安全提示。好的。我走了，小侯总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工作的支持。你有没有不这么正式？你这样我不习惯。我这是公司的那个流程。你有没有什么亲切点想说的？说什么？那你要实在没说的，你心里有这个怨气，你骂出来，骂我2句，我心里能好受点儿。我干嘛让你好受？走了。注意安全。行了，你看你一脸严肃的，都把人吓着了。我真挺生气的，刚刚看见侯杰，我真想揍他，这算怎么回事嘛？也不能怪他。还有那个方洛，他为什么这么对你啊？
可能是那天我听见他在那个婚纱店打电话了吧，说是要陪什么人出去玩，怕侯爵知道。你没告诉侯爵吧？没有，人家的私事儿我说了不合适。你处处为他着想，他却反咬你一口。其实这个方路呢也能理解，好不容易找到侯爵这样的，肯定怕跑了。万一我再把这事说了，影响到他怎么办？不过他不太了解侯爵，侯爵这个人最讨厌别人在背后使唤。倒是公司那边有什么能干的工作，尽量让我去呗，我爸等着我赚钱呢。行，知道了。吃饭啦！走，小周，我们先去吃去。没事，姐，我等他。哎，不用等，指不定等到什么时候呢。你呀，就把这儿当家一样，11就把咱们这儿当自己家。走吧。谢谢姐，我还是等他。哎，小周，你说你们领导怎么就不相信11的人品呢？张姐，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事儿，我们公司呀得弄清楚情况，给客户一个交代。我们这个行业呀，在品德和道德上不能有一点含糊。哎，可11他一点都不含糊啊。是。他不像有的人，白长了一身漂亮的皮囊，心眼啊，那比谁都坏，谎话张口就来，可偏偏还有人相信。是。走吧，吃饭去。哎，张姐，这个事儿有误会，你别瞎猜了，我不是。误会？就你认为是误会？诬陷人家11偷项链，依我看呢，那项链他根本就没丢。我就是不愿意看着11天天跟你在一起。我这烦着呢，别说了。都说啊，我们老年人容易受骗，我看呢，你们年轻人更容易受骗，还都是自找的。我陪侯爵和方路起身去卫生间的时候，坐在我们8点钟方向有一个孕妇，先我们一步进了卫生间，而且她也是先从卫生间里出来的。我们又回到餐厅，我环视了一圈，当时只少了这一个孕妇，其他人都在，说明这个孕妇根本没有回到座位上，从卫生间里出来以后，直接就离开餐厅了。所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这个假孕妇。没错，我觉得证明我清白呢是迟早的事儿，但是怎么证明这个方路设的局就比较麻烦。这个也不难吧？咱们查不了，可是警察可以查呀。警察可以通过道路上的监控录像找到这个假孕妇，那咱们就能找到她和方路之间的联系了。厉小楠，那条小街我看了，根本没有监控探头，而且再往里走就是各种的大杂院、小杂院，还有一些小的门脸。如果说他是穿过这条街，走到下一个大的路口，那里就有监控探头了。但如果说他就住在这条街的某一个院子里，或者说他有朋友在那儿，他停留一下，改装以后再走，那就很难再找了。确实啊，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？小周，那你说11他就是在公司里面，就这么等着，调查结果，有没有工资呢？啊，这个基本工资是有的，但是要想拿绩效的话，就得当陪练。什么陪练？就是抗击打的那种。那不就是挨打吗？不能那么说，也就这意思吧。哎呦，那疼不疼啊？抗击打嘛。哎呦，你说你们这什么公司啊？你把你们领导电话给我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我得给他说说这个情况，我得问问他。张姐，要打也是我打，你别操心了。你看这是，他该挨打的不挨打，
不该挨打的，反而被打。哎，你给你们公司领导打个电话，我回头去找他。好。这是行业大忌，只要有一个人因秉行操守被客户退回的话，影响的是整个公司的声誉，而且其他队员也可能受到影响。赵总，我没有做出任何影响公司名誉的事情，请您相信我。我不用相信你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怀疑过。为了客户的安全，我们可以牺牲生命，都在所不惜。更何况这点蝇头小利。不过，公司有公司的规定，队员一旦被客户投诉，在查出结果之前，必须立刻进组，不能迈出公司大院一步。还要为其他队员做陪练。等调查结果出来，证明清白之后，才能恢复上岗。明白。别去了，小意思。走，走吧。侯先生，久闻大名啊！啊，您好，您好，快请坐。哎呀，这个11是不是老提我呀？11没有提你啊。侯先生，这是我们的纪律，不能随便透露客户的信息，所以你放心，他真的没有提你。挺好的，挺好的啊！你们这个行业就应该这样啊，好事。哎，对了，侯先生，你特意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对，那个赵总，我过来我是想让11呀再回来我这儿工作啊，我想过来给他续个约。上次那事儿吧，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我觉得是个误会。但是我是特别相信11的，我觉得11没问题。侯先生，这不是你女朋友报的案吗？不是，我那天就是出去吃个饭，那个小女孩就是我一普通朋友，不是女朋友。侯先生，你这么相信51，我真的很欣慰，我替他谢谢你。哎，别客气啊。那11怎么样？能不能回来？侯先生，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，但既然你的你的朋友已经报了案，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等到警方调查结果出来之后，才能再恢复51的工作。这可是我们的规章制度。不是规章制，那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怎么办啊？那这要是过个3个月6个月没查出来怎么办啊？11就一直待业啊？除非你的朋友去撤案。
打死他了！听我说，干嘛你？干嘛你？还说哎，逼不得已呀，这教官让打的呀，教官让打。我们在上课呢，你干嘛呀？上课也不行，不准打他，知道吗？不可以，懂不懂？你们都不行。你们等着啊！猴子，误会啊！志儿心疼你了。啥？那我大表姐这不白之冤就洗不清了呗？我是说，万一啊，那要真破不了案的话，我大表姐是不是这辈子都别想上岗了呀？她上不上岗，我觉得无所谓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你走哪儿人老说你是小偷，你这谁受得了啊？太难受了，那肯定受不了，绝对受不了。然后我今天啊，我想怎么办啊？我去找他们保镖公司，我就路过他们训练室了，那太残酷，一帮人打一个。哎，不对，1对1，我们都是1 by 1，这很公平的，是吗？对，啊，1对1车轮战，一帮人打一个，打得太残酷。我就看第一个的抱起来，嘣摔地上，再抱起来，嘣摔地上，被摔的是11呀！我当时看着我这，哎呀，心里心疼啊。再往后看，嘣嘣摔，我再一看你还在里边，你什么时候去抱的包？你怎么对他下得去手？你不是你大表姐吗？我那是假的，我走一形式，我那跟我大表姐什么感情？亲情。我是没办法，要不我们家钱不好交差嘛。这么的，猴子，你揍我2下，把你怨气全发泄在我身上。来，那行吧，来，哎，挨住了啊！那个，哎呀，我换一种方式来，你喝多了，这个是犯法的。那怎么办？你想怎么办？我陪你。我想了一下，我也去跟你当同学。啊！我就看着你们天天，我就在里边坐着，我就看你们谁敢对谁下手。我可会看你一个个谁敢对谁下，你摔11一下，我上9级的臭骂，对吧？你想骂不管用，那我求求他，我求求他，拜托大哥，给我个机会，给我个面子，轻点摔11，别摔11，对吧？那这样再不行，那我就给你们发红包，我给你们全班人发红包，我给你们学费都给发回去。猴子，你认真了？你陷进去了？没陷进去，我是觉得这事儿吧，这事咱们办的有错，咱们心里有愧，这事办得让人恶心。你是走心，你是心中有爱，别不承认。你我还不知道吗？啊，对，像你说的，你可能对我大表姐吧，就是那种男性对女性最朴素的情感。就是嘛，就是啊。对。啊，那门口这位帅哥一样啊，他要是受了委屈啊，你也会为这位帅哥去受委屈，对吧？去受罪，你会为这个帅哥去给人发红包。伟大，我敬你一杯。欢迎光临，新同学。哎，饿了，点歌，唱歌。说的繁星，那
闪烁的繁星，那里是否有路过的痕迹？哎呦，慢点，你扶住了，小周，哎，扶住了，慢点，来，真是喝那么多干嘛呀？你说你，来，快，慢点，哎呀，说你没事，你喝那么多酒干？帮我扶一下，把他们扶到枕头上。哎呀，对，来，行，把袜子也给他脱了。哎呦，说你，行了，不用脱，就这样，没事，你不管，我来啊，你去休息吧，去吧。行，张姐。哎呀，有事你叫我。干嘛呢？你这孩子，去吧，没事，你去吧。啊，快去。哎呀，行了，快睡觉，别闹了啊，别闹了。哦，别闹了。小侯总。侯总不在，去哪儿了？天台呢。啊，忙吧。你在这等我啊。侯总，怎么了爸？51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按照合约，一个保镖如果在工作当中出现瑕疵的话，是可以换人的。我们可以提出解约。不用解约。11他这次也没做错什么事儿。你怎么知道他没做错什么？11肯定不能干这事儿啊！现在就是要警方给出一个说法而已嘛。那你告诉我谁做错了？啊？你告诉我谁做错了？其实你和我的心里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51是一个很出色的保镖，现在背上了偷窃的嫌疑，被公司召回去接受调查，这对他今后的前途会造成很大的影响，明白吗？这倒谢谢你那个网红女朋友方露。什么女儿？那不是我女朋友，我俩就是普通朋友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上回那是帮她录一节目，那天你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，啊？我那天我看你挺可笑的。爸，那我不该骗你，是我的错。那既然你也觉得11没什么问题，那咱让他回来吧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最可笑的，知道吗？一个保镖被人以偷窃的罪名报警，安保公司的赵总为了维护自己公司的声誉，把他召回去接受调查。我们现在不可能再让他回来保护你的安全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不明白啊？不是爸，咱们可以。可是他可是什么呀？可是的，没有什么可是的，怪就要怪你自己交友不慎。等事情有了结果以后再说吧。让开，我打球。打球，我打球。上次他们说这方案不行啊？哎，对，就搁这儿。好的，跟那个桌子面对面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好，谢谢啊。这是，你过来啊，你来坐这儿。哦。让他坐这儿。这边留给我，我往这一坐，是不是？大家工作是不是变得有动力了？啊？我决定就在外边陪着你。行，那你自己喝。哎呀。
我坐这儿你们不太适应是吧？我回去吧，还是。丽丽，你把这桌子搬走。你坐回去吧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就暂时坐在那儿啊。还有啊，你以后上班能不能别跟我穿的一模一样的？小周，你这工作证下来了哦，记得随时带啊。啊。哎呀，你们先玩吧，别等我啊。这样，看完电影我去找你们啊。来2张烤鸭，我照了。好的，在这边付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小张，哎呀，李处，您也在这儿啊？您就在这儿，这么巧啊？我来看个电影啊。哎，这样，来，我这儿有啊兑换券，不用花钱的。哎呦，那多不好意思啊。这有什么呀？哎，你想看什么电影？我也不知道看什么好啊。您呢？您想看什么？我想看那个，哎，咱们看那个《狗样的假期》吧。说的是一个男人一觉醒来以后呢，变成二哈的故事。哈士奇。对呀。就老被做成表情包那个。对。那肯定挺有意思的，那就他吧。好。嗯。那个，2张《狗样的假期》啊，来。我这人啊，眼窝子浅。哎呀，你别笑话我啊。这辈子这个毛病恐怕都改不了了。这怎么能叫毛病啊？这只能证明您这个人呀是重情重义的人。谢谢理解，真怕你笑话我。怎么会呢？那都是老观念了。哎，不是有个词儿说，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。对，歌词就是这么唱的。对。哎，来，欢迎光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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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帮我拿一下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哎，好，你去吧。来，欢迎光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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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英男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说少给11添麻烦？你也不用把自己弄成这样啊！真是。哎，冰淇淋啊，这是啊，刚买的，给你一个。哦，都化了。天气太热了。不，你不是不吃甜的吗？怕胖吗？原来不吃是因为心情不好，现在心情好了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把你汗擦擦。我这，来，你擦。喂，英男，你不会是来约会的吧？哪儿的？哪个单位的？多大年纪了？想什么呢？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。我先走了，回见。哎，你看，
你是不是偷偷约会来了？说什么呢？什么叫偷偷啊？我告诉你，武天意，我就算是跟人约会，现在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别嫌操心了。哎，一楠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这名额已经满了，等下期吧。下期什么时候？半年后。半年？太久了。我们这个就是半年一期。这个您给通融通融吧，给他就加进去吧，他肯定不添乱。这个恐怕是不行的。我们一要保证教学质量，二要保证教官的精力和体力。我们一般都是小班授课，这个小班授课呢，就是手把手教学，这样才能保证学员学到真东西。那些都无所谓啊。这样吧，我给你2倍学费，你给我加进去。2倍不行，给你5倍，快加进去。你真把这儿当成拍卖行了，价高者得，多少倍都是不行的。这样吧，你在这儿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，如果有中途退出的，你就可以顶上来。哦，那行啊，那你退了吧，我顶上。凭什么？我不退。我给你2倍学费。你给我10倍，我也不退。退不退？这好了，二位，你们出去商量吧，我这儿还要办公呢。海清，我发现我每次叫你帮点忙你就退缩，你们一点奉献精神没有了。谁退缩？人家那名额满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等下期吧。半年我哪等得了？你赶紧想想怎么办？其实要我看吧，他这公司应该没多少钱，你给他买了得了。我给他买，我给你腿打折快点。慎重啊！追逐远方的梦，风吹起了想象。如果有一天迷失方向，泪光映出点点希望。